雕刻本身是什么呀？这身上的每一个凹凸是Giacometti的手在那摁了一下，捏了一下，把这团泥变成了一个特定的人形。这个展览一进来呢，实际上是先进入朗头村，因为是Giacometti在朗头嘛。We were very struck by the qualities of this place, by its characteristics. In fact, it's Yungo Chang who proposed to really go into this thematic of Giacometti and architecture. It is creation, which means the artworks he created between 1946 and his death in 1966. It's really the moment when he finds his own style. 我很清醒地认识到，我绝对不是一个职业的策展人，我是个建筑师，只可能是往建筑那边拉。Giacometti 就是意大利区的一个山里出来的，那会儿学的美术呢，就是素描，还有那个透视，最终就带来他特别戏剧性的小雕塑、大雕塑。创造出来最主要的一些作品呢，都是在巴黎的一个不到24平米的工作室里。第一个展厅都是关于 Giacometti 的工作室，因为我们想做出这个工作室，平面上呢跟它的那个大小是完全一样的。你想，你进一个展览叫 Giacometti 在朗头，还要拐俩弯才有 Giacometti， 所以就开了个窗，镜子一照就看到那个高女人了，其实是打个招呼。其实我倒觉得Giacometti他并不是像大家讲的全都是人性的脆弱，有一种悲情在他的那些瘦骨嶙峋的人体里，倒未必。现在人都比较孤独嘛，因为咱们不在大家庭里生活，可能这孤独也带来一种脆弱什么。Giacometti 照片里那个苦巴巴那样，你想，这不是就是一个独狼吗？其实他和他们家关系可近了。有一个大台面，把这些大大小小的雕刻放在一个平台上看，特有意思。特别是有那特小的和中不溜的和大的，等于是这大大小小的变化，又是有点工作室的气氛。Giacometti 喜欢在有一大堆他作品的那个屋里，那小屋里待着。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墙上会画画，这张画呢，后来呢等于就给揭下来了，就在那儿，所以那是真的Giacometti工作室里的一块墙。第二个厅呢，其实它包含了一种对称性、轴线性。And as you see, those working men, they're not like superhero. They don't have muscles. They are very thin. So it's a figure of someone walking, going forward, even though he's fragile.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figure of humanity. 第三个厅呢是 Giacometti 的内外空间之分的雕塑，实际上是有强调一个内心世界。笼子是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雕塑，用那个笼子表现出来有轮廓的空间的。然后又想把这个展览带到春阳台这房子之外，上屋顶了一系列装置，一种那个等于抽象化的平面的雕塑但现在呢，年轻的年纪大的好像都在吭哧吭哧的，好像在这工作。生活里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意思？其实美术可以成为这么一个目标了。你在生活里精神上有一个依靠。我自己就比较幸运，我那美术那事儿，我就从来就喜欢，所以我特别希望能跟大家分享。我其实特别希望一个观众比方说一个小孩他不带着任何偏见和期待，他很好奇这个展览为什么是这样，看着还觉得特有意思，慢慢建立起来的对美术的热爱。